原来的期待，后来的无奈，看遍了人生百态。无奈的后来，原来还期待，学会了放下姿态。你的爱让平淡变精彩，你的关怀让花再度盛开。庆幸你一直在，我们一直都在。痛过几回，谁辜负过谁？多少机会最后都变成了眼泪。慢慢学会微笑去面对，紧紧拥抱相依偎。痛过，所以阳光显珍贵。多少冷风吹干了眼泪。天使微笑相伴相随。你们两个很熟吗？他们说在面前你视而不见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你，对不起。你干嘛那么认真啊？我只是在跟你开个玩笑而已嘛。来，起来。起。我不是为任何人下跪，我只是想履行我刚才说过的话，不想言而无信。我今天只是跟叶枫吃顿饭而已，你就不要以小人之心看人嘛啊！你自己是什么人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期盼某一天和幸福相见。如果这爱非得有个期限。这封你亲手写给我的信，我到现在都还留着。那天我在学校门口等你，从白天等到黑夜，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，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出现？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命运又把我们两个人拉在一起了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。这封信不是我写的。没意识，你真的是个白痴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就是要跟我告白，为什么不肯承认？我看你是真的误会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其实流星划过那瞬间，我望着你偷偷许了一个愿，期盼某一天和幸福相见。Hello, delivery. Hi. Hello， 来。这个包裹是否 Mr. 梅光中？哦，我帮他签收吧。这不是我的画吗？喂，爷爷，画是你买的啊？是啊，送过来了。你不是说要为那里的长辈出一份力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做好事不必大肆宣扬，要低调点儿。你低调，别人就把你的功劳抢去了，搞得我还得跟那个人下跪。早知道啊，我就直接拆穿他。乱七八糟的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没事。
你来示范一下。到底要不要跟他讲啊？喂，杨贵贵，没想到你会打电话给我啊？什么事啊？美人王要找我？我听刘王说你去上基本护理课程，是啊，我对这行真的很有兴趣的。很好啊，这样你比之前更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了。你之前不是重新申请要回来工作吗？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？我知道这段日子你经常回来静好之家探望长辈们，看得出你真的很关心他们。而且叶枫跟金祥也帮你说了很多好话，向我极力推荐。所以我们决定接受你的申请，欢迎你回来工作。这个我之前可能我对你有一些偏见，应该说是误会，对不起啊。美人梦，你不用向我道歉的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才让你对我失去信任。其实我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之所以会到静好之家，是因为我跟我爷爷有一场交易。交易？我爷爷开出条件，只要我在静好之家做满1年，就可以回去接管家族的酒楼生意，甚至还可以得到1艘游艇。难怪你一直想回来。那只是一开始的想法，现在不是了。那你现在想法是什么？我是真的很想回来，只是……看来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。最近我爷爷身体不舒服，进了医院，酒楼的生意需要我帮忙看着，所以……我明白，你爷没事吧？他只是旧病复发，医生建议他多休息，暂时不能工作。美人梦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你能体贴你爷爷的需要，也让我看到你真的成长了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谢谢你。哎，你还好吗？没事的，别担心。你在找美人翁啊？嗯，他愿意让我回来工作了。真的啊？太好了。可是我拒绝了他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要回来吗？对不起啊，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好心。也对，没有人会放下家族生意不管，跑来跟别人打工。其实不是的，其实什么？可是经过昨天的事，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相信我。你说说看。据我所知，捐2万块钱买画的匿名人士，并不是昨天跟你吃饭的那位。你是说匿名人士另有其人？你可以不用马上相信我，你可以去跟那个2万查证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应该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也明白感情不能勉强嘛。所以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一个漂亮的转身，在你嫌我烦之前，自动消失。这不是气话哦，我是说真的。你会拒绝我，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我会努力去充实我自己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到时你要追我，我都不一定愿意哦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在这里的时光变得更精彩，更值得回味。
Mr. Hu， 我教你的运动，你都有自己在家练习。当然有。自从我女儿参加了护理课程之后啊，她回到家还会帮我做伸展。哇，那很好啊！难怪我看你的脚越来越有力了。Mr. Ho， Madam Wong， 啊，哇，脚步很稳了，进步很多啦。那要谢谢他们呐，他们每一次都陪我练。我们只是给你指导，是你自己努力啊。继续加油，说不定过一阵子连拐杖都不用拿了。我会的，我还想参加马拉松呢。继续加油啊！叶枫，美人翁，没事吧？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。没有啊，可能最近有点累吧。刚才我见了医师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提出回来工作的建议，但是他没有接受。那就算了吧。应该很容易找到比他更适合的人选。你之前不是说他很适合吗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其实，他是一间大酒楼的少东，对静好之家的工作根本不是认真的。他跟我说他不能接受，是因为他爷爷生病住院了，他需要看着酒楼的生意。那他怎么不跟我解释啊？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不主动一点，只要一通电话、一则简讯，就可以改变整个情况。无论什么理由，既然他已经拒绝回来静好之家，那就表示他根本就不够在乎。那倒不一定。其实我看得出他对静好之家是有感情，很不舍的，而这不舍当中，也包含有你的成分。生命中要遇到一个对的人是很不容易的，一旦错过了，就是一辈子的事了。我已经错过了，也失去了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有些伤口，如果你一直去碰，它是永远好不了的。人是要往前看，向前走的。阿木，这个时候你应该还在睡觉吧？告诉你，我终于可以实现走路去上班的愿望了，真的很开心。天还没全亮，天空还有几颗不舍得回去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像人的眼睛。我一直在想，你会是其中一颗正在看着我啊。阿木，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在疗伤的当儿，还在安慰别人？我只会劝别人，自己却做不到，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？我真的努力了，可是有些事，就算你不去碰，也总是以你作痛，在你最猝不及防的时候发作。其实流星划过那瞬间，阿木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你到底在哪里？我想他跟随到我消失那天，温习着你的笑颜，一遍一遍，单凭心弦缠绕缱绻，撰写对你的誓言，一遍一遍，等它渐成缠绵。哇，你们在煮什么？这么香！哎呀，你是故意来捣乱的是吗？
出去！啊，姐，妈又怎么了？一锅汤煮剩半锅，我帮他关火也不肯。今天他就不肯去日间看护中心了。是啊，你都劝不动了，更何况是我。看来只能暂时交给曼曼了。还好曼曼还蛮有耐心的。我只是担心曼曼一个人照顾他整天会很累，所以我特别赶回来帮忙。你都看到了，他不让我靠近了。你休息，我过去看看。妈，你怎么自己下厨呢？交给曼曼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他怎么会煮得出我要的味道？哦，对了，过几天我生日，我准备煮大餐。妈，你的生日是2月4号，都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，哪里是过几天？啊，我搞乱了，我是说你爸爸的忌日，反正叫阿木回来就对了。不用了，妈，他忙得没时间。没时间也可以出时间回来了，除非他没有我这个岳母的心。妈，你怎么这样想？自从你们结婚以后，他在国外的时间比家里多，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小三。妈，不要乱说话，阿木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如果他真的在乎若君，就不会这么久不回来。他不是不回来，是回不来。我看啊，这个阿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说不定啊，在国外已经儿女成群，把你蒙在鼓里了。妈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是为你好，提醒你。我不用你提醒我，我知道被背叛我就行了。你。你跟阿木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真的被妈说中了？当然不是啊，你不要听妈来说。我跟阿木的感情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不过说真的，他去了那么久，总该回来看看，不能老是让你去找他。嗯，有机会我跟他说的。姐啊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。好吧。爸，张叔，爸，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我是担心进了手术室出不来，再也见不到你和明明。不会的，你要对医生有信心啊。我是对我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。不要胡思乱想的啦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我这辈子啊，没做什么善事，也不奢求老天保佑我。张叔，不用担心，坏人都会比较长命的。会不会说话的？他也没有说错，我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一辈子啊做了很多错事，所幸有你这么个女儿。以前我总是怨天尤人，明明自己不努力，怪你爷爷奶奶没有给我好日子过。后来我自己当爸，没想到更糟糕。现在你也当妈了，照顾好明明，要给她做好榜样啊！张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看好明明和书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可以安心走了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就算有我在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不能把书童和秘密丢给我。要是我真的走了，你们简单一点，
随便找个什么草地，把骨灰一撒就可以了。爸，你再说这些话，我就真的不理你了。爸，我们等你出来。 吃点东西吧。吃不下。吃不下也要逼自己吃，要不然你爸出来了，轮到你倒下，我应该照顾谁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你这个人讲话没有半句好话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上网查过了，心脏绕道手术成功率很高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 吃点东西，不然你喝点东西吧。看得出你和你爸的感情很好。你知道吗？我12岁以前都是跟我妈过的，连爸爸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 为什么？我爸因为严重伤人，坐了12年的牢。那时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。我爸出狱后，我妈就突然人间蒸发。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到现在无法理解我妈所做的一切。刚开始。 我每天都会很想他，梦到他还会哭。可是我渐渐明白，在他心里，我或许只是一个负担，一个累赘。那你会不会恨你妈？毕竟是他把我养到12岁，给我饭吃，给我地方住。听你这么说，他毕竟有尽到做母亲最基本的责任。是吗？ 因为他，我才更明白，要怎么当一个妈妈，这样的基本要求是不够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把敏敏教得很好，她很坚强，也很懂事，就像你一样。自从我妈把我丢给我爸后，我就变得很叛逆，在学校打架生事，学业成绩一落千丈，没有一科是及格的。那时候你妈抛弃你。 你又有一个坐过牢的爸爸，心生叛逆，行差踏错，也是情有可原啊。相信我爸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很包容我的一切。为了我，嚣张的他愿意低头，忍气吞声。一旦看到我被欺负，就会不顾一切的痛击那些想伤害我的人。你爸可真是一条汉子。比起我妈，他给了我更多的爱。 可惜当时我没有意识到，直到我在外头吃了不少苦头，才发现他对我的好。我只希望现在一切不会太迟，真的很后悔，当年为了那个烂人，竟然跟我爸闹翻，离家出走。没想到你的成长故事那么的错综曲折。我还有很多还没说的，你要不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？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是打死不会跑的。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为了你，为了敏敏，还有为了我这个未来女婿，战胜病魔，渡过难关。什么未来女婿？小臭美。难道不是吗？嗯。不要担心了。妈咪，为什么外公那么久还没出来？妈咪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是大手术，所以比较久。
你们放心啊，你们没有看戏咩？啊，如果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医生和护士一定会很紧张的进进出出的。你看现在这么平静，手术一定很顺利的吗？医生，我爸怎么样啊？手术很顺利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他。不过病人的全身麻醉还没退，大概6个小时后才会恢复意识。外公，你快点起来哦！你看，我有圣诞礼物给你。这个杯很 Q 哈。喜欢啊，我买给你当做圣诞礼物。不要了。哎，对了，敏敏今天送给你爸爸的那个杯子是在哪里买的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们下午去的商场也有同样的杯子，可是我没有看到敏敏买。应该是他之前自己买的。你在怀疑什么？我没有怀疑，我只是好奇。敏敏一直想要买一份礼物送给外公，当做是要奖励他愿意动手术。是我多心了。等一下，奖励你的。为什么要奖励我？因为这一段期间，你很努力的撑起整个家，没有让它倒下。我帮你带上。先不要，等我也买了一份礼物，我们才来交换。不必啦，你接受我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喜欢吗？你刚才送给外公的杯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不是刚才从商场偷的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拿，没有人看到，就跟你一样。妈咪，你生气了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没有生气，妈咪只是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不管有没有人看到，只要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，拿走别人的东西，就是偷。偷东西是不对的，也是犯法的。之前妈咪做错了，妈咪答应你，再也不会偷东西。你也要答应妈咪，绝对不可以再偷东西，好吗？妈咪很难过，也很心痛。妈咪，不要难过，我再也不会偷东西了。
等一下去那间店，记得要跟人家说什么吗？说 sorry，也要把钱还给他。乖。妈咪，明明喂，有没有想爸爸？不要吓他。怎么？不想看到我啊？那就赶快给钱。我已经说过，我没钱。你那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是看你要不要而已。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求你放过我们好吗？不给钱也行，你帮我做最后一次。不可能，我再也不会被你利用去做那些犯法的肮脏事。哼，你以为你认识一个新的男人，你就可以变好人了？我告诉你，黑就是黑，洗不白了，你认命吧。闭嘴啊！上次你勒索我，我已经用手机录下来了。你要是再来骚扰我们，我就去报警，最多同归于尽。哎，金香阿超，哎，谢谢。哇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就是啊，我今天特地买好吃的来找你们呢。哇，你们去了哪里回来？哦，Mr. 方带我去复诊。哎，你是不是知道今天有新年party，所以就过来凑热闹？当然知道啦，所以特地来凑热闹的哈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一直咳嗽。没事啦，只是喉咙痒而已哈。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必啦，等一下我回去买凉茶喝了就好了。哎，为什么还不进去？赶快进去啊！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哦。哎，那等一下在柜台拿口罩戴着 ，OK？ 需要那么夸张吗？来，我们来拍。哎呀，这个蛋糕好吃吗？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这个蛋糕啊，我是去一个很贵的酒店那边买的，很贵的。哇，这样好啊！请我们吃这样好的蛋糕。哎，你中马票啊？哎，中一点点啦。中了，哪来的灵感？我去的那一间乐龄活动中心哦，我看它的门牌是很美的，所以我就买啊，没想到一买它就开啊！哇，你真幸运了，我买了几十年都没有中过嘞。先不要羡慕，要看他到底买多少。我平时不是买的很多啦，不过差不多就是这样咯。哇，这样也叫做不是很多。你不买就等于每个星期都中安慰奖啦。OK。哎，Madam Wong。哇，Mr. Chia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好。哎，我有买蛋糕来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哦，不了，我吃过了，谢谢你，你真有心哦。哎，大家节目还好吗？好，不错啊！刚才义工表演很精彩。有的吃有的喝，太好了。我在等抽奖哎。有幸运抽奖啊，我也要参加。你咳嗽啊？前几天有感冒，所以现在喉咙发痒哦。那你快点把口罩戴好，然后去看医生吧。我叫金祥带你去。没问题。不必了，等抽奖完了我就走，我自己会去看的。我知道你想跟大家聚一聚，但是你身体不舒服，应该留在家里休息的，不然呢就要把病菌传给其他人。金祥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不是这样。哎呀，不是吧，Madam Wong，你这是赶我走嘞？他有一点感冒，我们不介意的。对呀，人家请我们吃蛋糕，我们就赶人家走，这样太不近人情了吧？他想参加抽奖哎，感冒咳嗽看是小事。如果抵抗力比较弱的被感染到，很容易引起并发症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Mr. Chia，我们不是不欢迎你，我是为众人的健康着想。要不等你身体康复之后你再来，我们无人欢迎你的。等到几时啊？那可能也没机会回来啦。Mr. Chia，听话吧，回家休息。哎，你们就是在一直落摆了。谢谢，也是一片好意。可能以后不会来了啦。什么都落摆了，我看他不应该叫 Madam Wong， 应该叫 Madam Law。食物还有很多，你们可以吃第二轮的。吃完之后呢，我们还有幸运抽奖哦。我们这里的长辈生病了，要怎样处理，大家都很清楚吧？带长辈到个别的房间隔离，然后通知他们的家属来接他们。对，很好。金祥，最近新闻报道，
类似 SARS 的严重肺炎在武汉爆发，为了避免病毒在我国散播，现在凡是从武汉入境的人都要量体温，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。所以我建议，接下来凡是进入静好之家的人，在进来之前都要量体温，包括我们吗？没错，无论是长辈、访客还是职员，都要量体温。尤其是要注意他们有没有伤风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症状。要实施这些措施应该不难。我们职员应该是无所谓，不过对于每天来的那些长辈，会不会很麻烦？我更担心他们会被感染。老年人的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弱，我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。要防止病菌传播，常洗手也是有效的方法。我们可以提醒长辈们在用餐之前要先洗手。我想在中心的共用设施旁边放置搓手液，鼓励长辈们使用设施前先用搓手液。你们的建议都很好，就按着你们说的去做。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。对不起啊，无形中呢又让你们增加工作量了。不过事前小心准备，总好过事后才来后悔。伤口好了很多啊，你试试看这个动作，这样。对了，对了，好，那你的手臂呢，上和下哈，慢慢的动。好。根据医生的报告，你不需要再戴这个了。好。物理治疗师说啊，你很努力的复健。现在站起来和短距离的行走都没有问题，看来我很快可以拿掉你的尿管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不喜欢用尿管，很不自在的。不过你上下床还是上厕所，还是要特别小心的。当然啦，跌过一次还不怕咩？就算可以走，你也要经常努力做一些运动，不可以偷懒的哦。好。你有没有自己做运动的？有啊，很好，要继续的做哦。新床好睡吗？很好，因为你们的帮忙，我姐姐终于能够好好的睡觉了。那就好。Sister， 做什么？你的男朋友今天没有一起来呀？哦，他不是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哎，来啦！啊，安迪。你也来啦？啊，我来看安迪。这么巧你也在这啊？我把东西放进厨房了。才不是凑巧，前阵子他有来过，还特地问你几时会来。哎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我母亲留给我做嫁妆，我又没嫁，没孩子，以后要留给谁？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们这么帮忙我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报答你。我在做我分内的工作，你不需要报答我，也不用给我东西，赶快收好。哎，姐，你要给他？我姐要把这个送给你，这是我亲手做给她的，她都不舍得戴，既然她要给你，你就拿吧。他们日子多苦，都没想到要卖戒指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舍得送给我。看得出他们感激你为他们做的一切哦。身为护士呢，是不能随便接受人家的礼物，就算是一条手制的手链，我也需要回去 declare。啊，不值钱的东西要 declare 啊？这是我收过最珍贵的礼物。那我送你的礼物呢？你今天怎么那么有空？不需要去筹备婚礼吗？筹备什么呢？到时人出现就行了。那你不需要去工作吗？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时间去探望老人呢？我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上班时间，只要相信员工，放手让他们去做，那我的时间就自由了。你去 SAC 帮忙，又做老人的 befriend， 现在呢还来探望我的病人，
那义工几乎已经成为你的正职了。你不说我倒霉流业，哈，你就像是看到人家的生意火红，站在旁帮人家数钱似的哈。你形容的真的很生动。其实我做义工的生意是蛮大的哦，啊，不止新加坡，我还参与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的义工组织。啊，柬埔寨也有？是啊，我在那边有点生意啊，所以才接触到的。那你认识一个叫阿木的义工吗？他的全名叫林木森。你是指装着义肢的义工阿木啊？他是我的妹夫。哦，你知道他的近况吗？近况？哦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实际情况我不清楚，不过听说去年他去世了。我昨晚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警察上我们家，告诉我阿木出事了。哇，阿木真有心哦，人在柬埔寨还送花过来。不是，这应该是他早前安排的。我跟阿木的感情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好，这里也是。好。这些盆栽种的真好，看了很有满足感哦。我们已经种了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拿去卖了。啊，可以卖钱呐！哎，卖了钱我们拿来分啦。虽然不是很多，不过总好过没有嘛哈。哎，如果嫌钱少呢，我们拿那些钱啊，拿去买多多，用了我们就变成大富豪了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太阳都还没有下山啊，就在这里做梦。做人啊，要有梦想嘛。什么事情啊，笑得这么开心？我们要成为千万富翁嘞！真的啊？不是啦，大家看着自己栽种的盆栽都长得很漂亮，就很开心。之前梅医师说他有认识人，可以帮我们卖一个好价钱，把赚到的钱大家平分，不然就拿去买多多喽。我刚才是开玩笑，你还那么认真。要卖也行，但是呢，钱不能给你们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植物不只是你们种的，养老院长辈也有啊。叶枫有帮忙照顾，如果真的卖了钱，是不是分给其他人啊？是不用把钱分给我啦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卖花，不可以卖花？我们付出很多心血，流了很多汗呢。不是不能卖，只是盈利不能放进个人口袋。是要用在中心的利益之上。才多少钱？为什么那么计较？梅德翁，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这是静好之家的处事原则，希望大家能体谅。啊，算了，算我们捐给中心了。妹，姐，你怎么会来的啊？嘴边勇气总是少一点，其实流星划过那瞬间，我望着你偷偷许了一个愿，期盼某一天和幸福相见。如果这爱非得有个期限，我想它跟随到我消失那天，温习着你的笑颜，一遍一遍，单凭心弦缠绕缱绻，撰写对你的誓言，一篇一篇，等它渐成缠绵缱绻。